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今天又来说说小椅子和伊朗的故事吧。我们前面做过2期了，今天呢，我想说一下，因为经过了应该是第8天了吧，现在对吧？8天前，小椅子突然的对伊朗发起了无预警的攻击，他们叫先发制人，开启了非常恶劣的先例。然后呢，定点清除了很多伊朗的重要人物，有军方的，有政治层面的，还有呢核能方面的物理学家、核能专家等等，对伊朗来说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伊朗根本没有任何准备，就被打得这样蒙头了。然后我就做了一期节目，我说特别的失望，对伊朗真的，他们原来呢以为可以通过谈判搞好与美国的关系，他的那个总统也是亲美的，对吧？其实从骨子里是走亲美路线的。这个路线呢选错了，所以导致了原来一手好牌现在被打得稀巴烂。所以当时我就怒其不争。真的，如果是伊朗还没有反应过来，没有强硬起来，真的有亡国的危险。从过去2、3天、3、4天的反应来看啊，就是伊朗应该是有所醒悟了，比我想象的要更好一些。我原来以为伊朗它的打击、它的还击呢没有那么强硬。从过去大家看到这电视的画面，还有视频啊，可以看到这个伊朗一波一波的把它的导弹，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导弹，反正先轰过来，把小椅子呢打得现在也找不着北了啊。它的反导系统现在已经遇到了瓶颈了。你们也知道，就是导弹发射过来、打过来，你得拦截它呀，否则就落到你国土里面，不知道落到哪一栋楼，它不长眼睛，对吧？潜在损失是很大的。所以呢，小椅子呢不得不回应啊，用那个反导导弹回应，每一次它得消耗导弹呀。所以目前看来，小椅子这边特别吃紧。原来他以为啊，就伊朗特别容易战胜，至少呢可以控制它，但是现在看来不是这样，它的库存也差不多了。据说它最多能再坚持2周，那就不行了，因为你导弹没有之后，那你的导弹防御系统失效了，对吧？它打过来，你没有导弹，伊朗的导弹随便往哪打，那你拦截不了，那你对这个国家怎么办？所以你小椅子现在是特别的被动啊。然后呢，他还呼吁全世界其他国家人民要说服伊朗不要再往咱们这边打了。哎呦，现在讲到国际社会了，原来时候你谁也不吭声，可能只跟他的儿子，美国就是这个小椅子的儿子嘛，对吧？只跟他的儿子打了招呼，然后呢，单方面的对伊朗下手了，也就是先发制人了。现在看呢，自己呢被打的找不着北了，才想到所谓的国际社会，然后才想到中国呢也在后面做着工作吧，叫伊朗不要再打了。早知昨日何必当初啊，对吧？现在他是比较被动的。我们看到应该是前天晚上，伊朗那边有一颗导弹打过来，打到他一家非常重要的那个医院，然后这个医院损毁非常严重。现在据说呢，只是紧急手术的时候才会接了，然后就谴责了，说你怎么能够那个袭击医院呢？这是反人类的。我的姥姥呀，人家伊朗只炸毁了1座医院，据说他的地下室是躲避了这个小椅子他们的军方的什么情报人员，或者医院的附近就是他的情报的总部。那么打过来应该是合乎逻辑的吧。话说了，过去1年多，你看你小椅子在加沙、在黎巴嫩炸毁了多少医院？光是加沙就有27所，然后呢，黎巴嫩更多，有30多所，死伤特别是死的什么妇女儿童是无辜的，对吧？多达数万，西方社会谴责了多少？你小椅子有任何一点怜悯之心吗？现在轮到自己了，才知道呀。朋友们，对此你们到底同不同情呢？对于小椅子呼吁全世界的其他国家要说服伊朗不要再打导弹这回事儿，然后说他伊朗打过来炸了他医院是反人类，
你们同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呢？总体来说啊，这2天这个伊朗它的反击应该是有章法的，对吧？有它的策略。就像咱们前期说的啊，就是伊朗搞拉锯战、持久战，因为伊朗有产能，后勤也跟得上，还有战略纵深，它这个国家对吧？它国土面积那么大，和小伊兹刚刚相反。小伊兹呢，根本就没有什么战略纵深，人也不多，只有几百万，不到1000万。他过去1年多跟那么多的国家和地区打仗，把人家杀的杀，把整个加沙的炸成好像连一栋完整的房子都没有了。他也消耗了很多他的军力啊，包括导弹之类的，他的库存估计也告急了。所以他失算了这次啊，就是内塔尼亚胡下令突然对伊朗进行袭击，以为是速战速决的，现在看来不行，所以他现在呢千呼万唤的一定要他的美国的这个儿子啊帮他呀。美国儿子呢也挺听话的，从比如说南海那边也调了这个航母战斗群过来，据说现在3个航母战斗群要齐驻阿拉伯湾这里待命。但是伊朗胡塞武装等等都发了话了，你胆敢参战，我会怎么样。我希望呢，伊朗不是恐吓而已，要拿出真正的实力出来。那个胡塞武装也一样就是要让他感到怕，你敢来我就敢炸，就应该这样。然后呢，其他后边对那些国家利益有用的国家，也应该从后面呢，从这个武器的提供来说，也可以提供一些那个帮助嘛，可以做生意一样嘛，对吧？你既然西方可以给乌克兰呀，还有给什么小伊兹提供武器，可以卖他武器，你西方或者是你那个美国可以卖武器给中国台湾省，那中国也可以做同样的生意嘛？为什么不可以？只准你州官放火，不准中国点灯吗？这讲不过去呀。可以卖他武器，或者给他提供情报呀。中国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可以定位嘛？比如说小伊兹的某个部门，它的定位是什么样，你交给那个伊朗不就行了嘛？亲自出面不用，提供情报，然后提供武器，不好亲自那个卖给他，那我就先卖给比如说巴铁，由巴铁呢再转手送到对方去，有的是方法。因为如果是目前伊朗政权倒了，对中国国家利益来说也没有好处。这个目前伊朗政权维持，绝对要比一个他比如说小伊兹或者是美国搞那个政权更迭上来一个亲美的亲西方的政权要好得多。目前的政权要比亲西方的政权要更好，所以从这点来说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另外呢，如果比如说伊朗封锁了这个海峡，应该叫霍姆兹海峡吧，如果封锁了，你这个国际油价肯定会升高呀。据说最糟糕的情况，每桶会上涨到$350，目前是70-80。如果是真的上涨到$350，那中国是一个石油进口的国家，能源进口的国家，它能源支出要翻好几倍，那对中国这个经济有非常大的坏的影响。所以呢，从这点来说，也不能让西方得逞。另外，伊朗倒了，有个亲西方的政权上台，那等于美国联手或者通过小伊兹的手，又重新掌控中东的局势，同时也是掌控了这个石油的定价权。那对美元也有好处，对美国在中东重新找到支点也有，对美国来说有好处。所以美国可能会千方百计的是想把这个伊朗把它打掉。当然小伊兹就更希望了，因为如果是在中东有个跟小伊兹抗衡的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他可能晚上睡觉都睡不着，对吧？他那个战略纵深那一点那么小，所以肯定是寻思着能够把那个伊朗打掉是最好的了。一个是呢，他这个国家的立国就更好一些；另外呢，他可以扩张土地呀，霸占人家土地侵略霸占，然后呢，把自己的国土更加把它扩大。
这是他一直在做的，过去70多年。今后他的想法就是把整个中东都变成这个小以兹这个国土，那就更好了。所以目前看来，就是小以兹和美国是沆瀣一气的。目前的西方这个国家也越来越多的站在美国站在小以兹这边。你看英国，他就表示要跟小以兹一起来打伊朗，看看美国会不会啊？反正他的那个军舰、航母战斗群已经拉过来了，已经待命了。据说这1-2天就可以到齐了，然后看看会怎么办。但是呢，美国总统那个川建国特朗普他说有点怂了，我觉得哈，2周内他决定到底美国会不会打这个伊朗。我觉得美国可能也不敢轻易自己下手，他的军事利益在那里，有那么多的那个军事基地在所有中东地区，很多很多，对吧？然后你的航母也摆在那里，有航母不一定现在是100%的安全啊，因为这超高音速导弹打过来，它可是拦不住的啊。然后如果是东大也帮忙的话，那你就更危险了。你那么远，你的后勤跟得上吗？打了那么久，你也提供了那个武器给乌克兰，对吧？西方这些国家也所有的国家都提供了武器给乌克兰，加上呢小以兹打了那么久的战，所以呢他们西方整个虽然它有20-30个国家，但是它真正的武器啊、后勤啊、生产能力现在都跟不上，自家都没米了，你怎么帮啊？所以美国可能也担心，如果真的参战，那么他自己呢，一个是后勤武器跟不上，另外一个他那些所有他的那些军事基地也会受到威胁，被打呀，你拦不住，到时怎么办？那脸就丢大了，以后那个带头就不好带了。所以这特朗普说2周之后才决定到底参不参战，他可能是烟幕弹，一个是有点像恐吓伊朗的意思，另外一个呢，他是想拖延下去，因为前面说的这个小以兹应该很难拖得过2周。2周之后，你每天比如说那个伊朗的导弹打过来，你拦截是不拦截？不拦截，你那国家的人民还有一些设施会受到损害，对吧？会死人。你拦了之后，你打1颗导弹就少1颗了。你今后伊朗再打过来，据说伊朗现在还有几千颗导弹可以打，那你小以兹这边，你还有几千颗、上万颗吗？进行拦截啊，估计没有了吧。所以现在其实最被动的不是伊朗，而是小以兹，他想速战速决。然后伊朗现在不答应了，因为伊朗知道了那个底线了，知道那个这边小以兹的底细，所以他想拖延，以时间来拖。然后小以兹呢就想尽快结束，所以呢他真的特别想，每分钟都想把美国这个干儿子把他拉进来帮他打仗。现在看来特朗普也不敢呀，所以现在真的小以兹这牌不好打呀。没武器之后，没导弹之后怎么打？就倒是眼看着伊朗的导弹随便飞了呗。其实我不认为伊朗是有意识的打那个医院，应该是打偏了，或者他根本就是乱扔这个导弹过来。因为你们也知道，这个小以兹这个国家国土就那么大，而且它的几座城市都特别的密集，耶路撒冷啊、特拉维夫啊等等，对不对？他随便的导弹砸中什么地方，那你给这个小以兹造成的损失那就很大了。现在呢，听说呀，它地下掩体也不能够保证你还会有命，因为地下掩体也被炸了，死伤不知道，因为现在对方也就是小以兹这边，他是不发布具体的信息，因为呢是想避免伊朗这边掌握更精确的信息，因为从什么社交媒体呀，还有各种各样的信息，它可以把这个大数据收集起来，然后呢分析，然后更
下次可以更精准的打击这边，就是小椅子这边。所以到底小椅子他被打中了多少，现在咱们不知道。但是从过去这一两天网上还有来源得到的信息可以看到，小椅子被炸的也是挺惨的啊。他虽然说只死了什么10-20个人，怎么样，但是大家相信吗？被炸那样才死10-20个人，反正我不相信。然后有些画面看上去真的像加沙了啊！你看，你现在才知道你被炸的滋味。当时啊，你自己耀武扬威，炸了人家1年多，整个国家、整个那个加沙这个地带，连一座完整的房子都没有了，人家那个惨状，现在知道了吧？所以朋友们，你们说，像这样的人、这样的国家，你们值得同情吗？你们会同情吗？我相信呢，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把尺。我们不要双标，双标是西方对加沙被炸的妇女儿童。被炸的那些医院视而不见，也没见哪个西方国家出来谴责呀、抗议呀。然后现在自己被炸了，小椅子他们的国民哭丧着那个脸，还说叫伊朗不要再往我们这边扔什么导弹了，不要炸我们了，太惨了，怎么样？以色列人被打哭了，一位以色列人在轰炸后的废墟中大声痛哭。Iran, we don't want more blood. 这位以色列人边哭边控诉道：“你们为什么要还击？我们只是打了你们，你们就要还击？你们还是人吗？看把我们炸成什么样了！”同时，导弹直接瞄准内塔尼亚胡及其家族住所，实施斩首行动。内塔尼亚胡可能的住所都被伊朗导弹打击，看上去和加沙没有区别了。伊朗宣布绝不妥协，对以色列的打击不会停止，轰炸力度会持续加大。现在以色列似乎有点顶不住了，以色列请求国际援助，帮忙拦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目前，英国已经积极响应内塔尼亚胡的请求，预测之后会有不少欧洲国家帮忙。唉，你早知这样，就不会再这么没有任何人性的炸人家了，炸人家加沙了，死了好几万人。每次看到加沙那些被炸的，我就感到这个世界真的太没有公理了，对加沙人民太不公平了。所以现在看到这样，其实我想每个有良心的人，全世界人民，特别是那些全球南方国家的受苦的人民，他们的心里是有一把尺的。目前看来，伊朗是绝对不低头的，而特朗普呢喊话，其实不是喊话，是有点像威胁一样，你伊朗一定要无条件的投降啊！但是伊朗看到现在这样的情况下，谁会投降呢？而是继续把自己没有用的导弹继续往这个小椅子这边轰过来。正常操作是这样，所以小椅子这边目前看来他真的非常的被动，然后伊朗是绝对不会低头的，现在也不会进行谈判了。谈判可以，但是要按照我伊朗给出的条件谈判了啊，因为牌现在伊朗这边，所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大概率啊，美国不敢参战。他这个所谓的2周后决定，只是呢烟幕弹，只是呢以拖代变这样子。小椅子这边坚持不了2周，然后这个国家可能就成问题了。但最后呢，西方也不能让小椅子这样被灭呀，所以这个战怎么打，这个好戏还在后头。我又脑洞开一下，3个美国航母战斗群现在统统的集中在波斯湾地区这里，在阿拉伯海湾，也就是说南海那边已经是真空了。那在最好的时机，中国的完全统一是不是水到渠成了呢？那是不是现在中国中央政府可以，比如说发出了通牒，把咱们的宝岛把它围起来，告诉你几天之内你应该怎么样，缴械投降，否则就动武了啊！我就把你围起来，不用放一炮。那你这个台湾岛补给怎么办？维持不了半个月、1个月吧？那你整个台湾岛补给来不及，石油也没有，能源没有，
然后粮食肯定也会成问题。那你到时怎么办嘛？所以，如果美国敢把他的那个航母战斗群都拉到中东这边，中国那边真的可以考虑，是不是能够一举完成祖国统一呢？整个中国人、海外华人大部分呢都会支持这个国家的决定，所以呢，目前是个比较好的时间点、时间窗口吧，可以这样说。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解决了这个台湾问题，完成了祖国统一，那今后呢，中国干什么事儿就可以更少的那个压力了。因为目前真的这个台湾问题，就像已故的那个李奥说的，这个台湾就像中国一个睾丸，对吧？时不时被对方被敌人捏一下，你就痛得要死，然后呢动弹不得，所以呢非常的受到钳制。解决了它，那今后中国做什么事就可以放开手脚的干了。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我相信啊，应该是中央政府在等待一个他们认为最佳的时机，也许啊，目前就是所谓的最佳时机了。到底会怎么样？我们拭目以待吧。然后目前看来，这个以一这个战争啊是比较敏感的时期，说来说去就看这10天半月了，到底怎么样？确实非常的精彩。我们普通人做吃瓜群众就好了，看看到底这个戏怎么演下去。我猜呀，很可能大部分网友们是乐见了伊朗一波又一波把这导弹送过来，送到小以兹这边来，让他们也尝尝被炸的滋味。反正现在小以兹的地下掩体也没有什么100%的安全了，因为已经被炸了1个或者2个了，死了多少人不知道，因为他没有消息放出来。另外呢，据说在小以兹这边人也被分成3、6、9等，比如说在当地的华人是没有权利进到他的地下掩体去的，然后当地的其他的外国人、当地阿拉伯人也没有，或者当地的穷人也是没有这个待遇的。如果是伊朗，反正不发布什么信息，想扔就扔，你会导致整个小以兹这个国家的那个经济怎么办？比如说晚上打这个导弹过来，你很多人连睡觉都成问题啊，睡不好觉，那你怎么进行这个经济生产？或者我刚从掩体出来，然后呢你又打过来，或者又响那个防空警报了，你又得跑啊，又得进去躲啊，对吧？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那整个人会受困扰的。你吃不好睡不好，也不能进行国民经济的生产，那你整个小以兹这个经济过了一段时间也会垮呀，人们会发疯啊。内塔尼亚胡的一时的冲动，现在造成了很大的被动。你看他那个昨天还是前天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在摄像机前他在讲话，然后呢后面就有一栋楼被炸了，他回过头去看，然后呢他意识到导弹已经打到这个小以兹本土了，已经死了很多人了，造成很大损失了。画面显示他一脸的惊恐，他特别怕，其实他的空军1号把他全家拉到希腊那边去了，他也怕死啊。好的，反正未来的10天半月对小以兹来说特别的关键，也许但这个可能性不高，他会亡国呢，所以他特别希望呢美国还有特别希望西方那些国家能够支援他啊，看看怎么办。流星雨，导弹流星雨从伊朗那边的夜空把它划过来，然后呢一颗一颗的开花在这边。你看这样的画面，这样的风景线，朋友们，你们怎么看呢？把你们的评论写在下面吧。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